Hello， 欢迎收听 Talk Taiwanese Mandarin， 我是 Abby。如果是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收看这一集的话，欢迎收看。那这一集我也会放中文跟英文字幕，如果需要收看字幕的朋友们，可以把字幕打开，是我打的跟翻译的很辛苦的字幕。那今天这一集呢，是前阵子有一些听众朋友传讯息跟我说，希望我可以推荐一些台湾的 podcast 节目，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分享一些我有在听的台湾的 podcast 节目。那其实去年我也有录一集是介绍一些台湾的受欢迎的 podcast 节目。那这两集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是去年录的那一集好像是第11集吧，那一集我主要是介绍一些热门的排行榜上面前几名的 podcast。 那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介绍我自己会听的，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 podcast 分享给大家。第二点就是去年录那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听很多台湾的 podcast 节目，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些很热门，就是大家都在听的节目。经过了这一年，我也听了不少台湾 podcast 节目。作为一个 podcaster， 我觉得要制作一个 podcast 真的很不容易。那作为一个听众呢，我觉得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节目也很不容易，因为我这个人的口味其实也蛮常变来变去的。像我以前听的节目类型可能都是比较知识型，我希望可以从里面学到什么。不过后来我就觉得平常就已经很累了，我只想听一些放松的节目，所以我后来听的节目都是比较娱乐性、比较好笑、比较幽默的节目。好，今天我就来分享几个我有在听然后觉得不错的 podcast 节目给你们。那这些节目都是给台湾人听的，母语者听的，所以跟我的节目当然会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讲话可能会比较快啊，用的词也比较难啊，有很多流行语啊，所以比较适合高级程度以上的学生哦。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不需要字幕，不需要 transcript 也可以听得懂的话，那欢迎去挑战那些 podcast 节目。好，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比较震惊一点的，叫做报道者。这个也算是蛮有名的一个独立媒体，蛮有名的一个节目。它每一集的长度大概是50分钟左右。那么每一集呢，会针对一个议题或是一件社会时事来做一个深入的报道、深入的访谈。所以如果你是对时事啊、社会议题比较有兴趣的话，那这个节目真的蛮推荐给你们的。他们除了做 podcast 以外，他们主要也有一个网站是做深入报道的新闻。那我是蛮推荐大家的。我之前在有一集提到说台湾的主流媒体真的是很不 OK， 很多假新闻，然后乱七八糟。然后就有听众朋友问我说我推荐什么，我蛮推荐报道者的，因为他们是一个独立媒体，立场也比较中立，所以这个就是推荐给想要关心社会时事，或是你想要听比较震惊一点、比较正式一点的 podcast 类型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哦。好，第二个我要推荐的叫做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这个节目是2个女生，2个女主持人。那其实我这个人没有特别喜欢听闲聊的节目，我的口味可能比较难捉摸吧，所以我蛮少听到我喜欢的闲聊节目。那这个节目的话，我有听了至少3集以上。那我觉得他们的节目特点就是每一集他们会针对一个话题或是一个议题，有时候可能会比较震惊一点的时事，有时候呢就是比较轻松的闲聊。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他们的闲聊也不会太过于乱聊，然后东扯西扯，我觉得听下来还蛮顺，还蛮舒服的。而且他们聊的都是比较时事，年轻人会在意、年轻人会关心的东西，而且也聊到蛮多西方的文化、欧美的文化，
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听这种专题式的聊天，也蛮推荐给大家的哦。第3个节目叫做草木谈心，它是由2个心理咨商师，一男一女所主持的节目。那因为他们是心理咨商师，所以他们就是会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但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跟大家聊各种心理方面的话题。那这些话题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其实。那我自己是对心理学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听了几集他们的节目，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更了解一些我本来就还蛮好奇的事情或是现象还有议题。好，第4个节目叫做体育周报，这个节目还蛮有趣的，它是由2个女生2个女同志主持的节目。那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这2个主持人他们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就是他们讲话就是很好笑，但是不是特意的搞笑，而且他们2个好像是已经认识很久的朋友，所以听他们的节目就是很放松又很有趣。虽然他们在介绍说他们是追道德沦丧的 podcast， 道德沦丧就是好像没有道德会做什么坏事一样，但是我自己听了应该至少有5集以上，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道德沦丧啦，应该只是开玩笑的。可能对一些观念比较保守的人会觉得有一点太超过了，对，他们的尺度比较大一点，因为他们主要就是聊性啊、性别、女权等等的话题。每一集他们会针对一些最近发生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跟性别有关的时事或议题来做讨论评论，然后他们的节目方式就是比较轻松比较好笑，所以我觉得它的娱乐性很强，也有知识性，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听他们聊性别还有女权。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第5个节目叫做 Before Midnight， 对，它是一个电影的名字。那他们也有说这个节目名称的灵感来源是取自于那部电影。这个节目是由2个男主持人2个男生所主持的，那他们每一集都会谈跟人生有关的哲学的话题。举例来说，有一集的主题是我不想要成为看清他人痛苦的人。那在这一集他们2个就会围绕着这个主题不断的进行讨论聊天，依照自己的经验身旁的人的经验提出想法，不断的进行讨论。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每一个段落之间会放一首歌。因为我自己听节目我是比较喜欢听短一点的，比较少会听到1个小时以上。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在通勤在开车或是坐捷运的时候会听，那我自己目前比较少那么长时间的通勤，所以我听的节目可能都会比较短一点。那他们的节目我特别喜欢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听，特别是有时候有一些烦恼我就会听他们的节目，漫步在公园或是河堤旁，我觉得这个时候听起来还蛮有感觉的，就是边听他们的节目我也会开始思考这些人生的哲学人生的方向那第6个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叫做True Crime，对，它的名字就是这样。那这是一个真实犯罪的节目。我自己其实对真实犯罪没有特别有兴趣，我觉得我对犯罪有兴趣，但是通常都会讲到一些杀人的手法，怎么杀人的细节，通常都很残忍跟血腥，我就会觉得蛮害怕的，有点听不下去。但是这个类型应该算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节目类型。那这个节目是由2个住在美国的女生所主持的。那我之前因为好奇就听了一下，我觉得他们2个主持人也是有天生的幽默感，不是特别搞笑，但是听他们讲话就是觉得蛮好笑的，蛮轻松的。他们不是那种很严肃很正经的去讨论，而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带大家了解这些真实犯罪的事件。那他们的节目是很长哦，有大概1-2个小时。那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通勤系列，每一集大概10几20分钟，
那其实我比较喜欢听这个系列，因为一般的节目对我来说太长了。这个通勤系列是他们的听众会写信给他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是身边的人发生的一些犯罪或者是一些不正常不寻常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比较轻松，没有这么恐怖，而且又比较贴近自己的生活，毕竟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台湾发生的。我觉得对于中文学习者，你可以先听这个通勤系列，应该比较好理解，一次听个1-2个小时可能也会比较困难，不过还是看你们的喜好。好，以上就是我分享给大家6个台湾的 podcast 节目，我听过而且觉得不错的。那听完这一集你有什么想法呢？你自己平常喜欢听什么 podcast 呢？欢迎推荐给我你喜欢的英文 podcast， 我自己觉得好难找到合我口味的节目哦。总之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在这一集的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哦，我会很想知道你们的看法，还有你喜欢什么样的节目，都告诉我吧。那最后我要来回馈在 Apple Podcast 给我留下评论的听众朋友们，这一位是来自美国的 Jessica， 哇，她给我留下一个很长很好的评论，让我看了很感动。那我大概念一下，她说 Abby is a pleasure to listen to for intermediate learners of Mandarin。 她说我追踪她的 podcast 大概半年了，我真的很喜欢内容，非常的有趣，听了不觉得有压力。然后他说 I love learning about Taiwan, one of my favorite countries I've visited。 哇， Abby 感觉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他很有热情的在做他在做的事情，然后我非常期待不管他未来会做什么样的内容。 Thank you Abby， 谢谢 Jessica， 让我看了非常的感动，我会继续努力的。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 podcast 节目，也可以到我 Apple Podcast 给我留下 5 star 5颗星的评论，这可以让更多人发现我的节目。那如果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看这一集的话，帮我按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吧。那如果想要给我支持的话，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 上面你可以下载到每一集的 transcript还有 audio files。 那也可以去订阅我的 newsletter， 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追踪我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